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巴西通灵预言家2025下半年10大预言。巴西通灵预言家声称呢，能够通过预知梦预测未来事件而闻名。多年以来，他发布了大量关于全球各地可能发生的灾难、政治变动、经济局势的预言，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同时呢，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议。他呢，就是巴西的通灵预言家朱瑟里诺。那随着2025年的到来呢，朱瑟里诺呢对该年度呢下半年进行了10大预言。那第一个预言呢是全球多地呢将会遭受强烈的地震袭击，环太平洋地震带呢活动频繁。朱瑟里诺就预测呢，2025年全球将会发生多次地震，尤其是在环太平洋地带地区，地震活动将异常的频繁且强度较大。他还提及了包括日本、中国、美国西海岸、南美洲西部等地区的地震高发地区将面临里氏 7.0 级以上的强震的威胁，并可能引发海啸的次生灾害，对沿海城市呢造成严重的破坏，人员伤亡。那果然呢，在2025年初呢，西藏又发生了地震，造成了一些灾害。结果呢，到2025年的3月28日呢，一场震撼世界的缅泰大地震呢也骤然发生了，其破坏力之巨大，影响范围呢也是非常广的。看到大楼倒塌呢，令人心悸。而环太平洋地震带呢是全球震动最活跃的地区，地质板块的运动会导致地震频发，所以科学研究就表明了该地区未来发生强震的风险一直存在。而朱瑟里诺的这一预言呢，与该地区的地震活动规律相符，具体的时间、地点、强度呢仍有不确定性。那第二大预言呢，他说是极端气候事件持续肆虐，全球多国面临洪涝、干旱和风暴灾害。朱瑟里诺就说，他预测包括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呢，都将面临严重的洪涝灾害，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破纪录的降雨量，而导致城市内涝、河流决堤、农田被淹。这样的洪涝大水灾，是不是与那个泰国的帕莱预言大师所讲的，大家都去把自己的那些值钱的东西搬到3楼以上的地方，与他讲的那个水灾是不是又相符了呢？再加上龙树亮的2025年下半年7月份的那个大水灾，他们之间难道是一个巧合的存在吗？那与此同时呢，朱瑟里诺还说其他地区可能会遭受长时间的干旱，引发水资源短缺，而农作物欠收、森林火灾。此外呢，强烈的飓风、台风和风暴天气也将袭击沿海地区，造成破坏。所以从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而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已成为科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呢，洪水、干旱、风暴等各种灾害在全球各地呢造成损失和日益严重。所以朱瑟里诺的这一预言呢，与气候变化的趋势相符。也就是提醒人们要多关注天气带来的风险，并加强灾难的防御措施。那第3大预言呢，他说是新型病毒传染爆发，风险加剧，所以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挑战。朱瑟里诺就说，他在意象之中呢，就预见了某种新的病毒呢，或已知的病毒的变异将导致疫情蔓延，对全球公共卫生呢产生严峻的挑战。他或许暗示这种新型的病毒可能是源于动物或者是环境的变化，并呼吁各国加强病毒的监测、疫苗的研发和国际合作。因为近年来新发和再发的传染病的威胁日益突出，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人类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所以科学界也普遍认为未来出现新的传染病的风险是在增加的。所以朱瑟里诺的这一预言就提醒人们，在潜在的公共卫生危机保持警惕并加强相关领域的防控工作。那第4大预言呢，他说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部分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衰退。朱瑟里诺就说，部分的国家可能会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他提到，就是因为地缘政治紧张、高通胀的压力、供应链问题以及金融市场波动的因素，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当前的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包括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危机、通胀压力所以许多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也对2025年的经济增长前景持保守的一个态度。所以朱瑟里诺的这一预言就反映了人们对这个全球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忧。那第5大预言呢，说的是国际冲突和地缘区域紧张局势加剧，局部的冲突爆发风险会上升。朱瑟里诺就说，他在意象之中就看到了在一些热点地区，例如中东东欧、亚洲等地会爆发局部的冲突，风险会上升。他暗示大国之间的博弈和地缘政治将是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主要原因。因为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比较复杂，地区冲突和紧张局势一直持续，所以俄乌冲突也仍然在继续。其他的地区呢，也存在着冲突潜在的那个爆发点。
朱斯里诺就说，这一预言就反映了人们对全球安全局势的一个担忧。而第6大预言呢，他说是恐怖主义活动仍然在活跃，全球安全形势呢面临威胁。朱斯里诺说，他在意象之中就看到了一些地区发生恐怖袭击的事件，目标可能是包括公共场所、交通枢纽。他就呼吁各国呢一定要加强反恐合作，保护社会安全稳定，因为恐怖主义呢是全球面临的共同威胁嘛。而第7个大预言就是科技发展呢带来机遇，但也可能引发新的伦理社会问题。朱斯里诺就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领域呢，都将取得新的突破嘛。然而呢，他也警告科技进步可能会带来新的伦理社会问题，例如人工智能会冲击我们的就业嘛。之前宇哥不是就讲过，人工智能在未来会影响大概数十万个工作岗位，所以会对很多人的就业造成冲击，甚至还包括一些基因编程的技术、伦理的争议嘛，都会出现的。因为有很多科学家已经在研发更改人类的基因，未来我们的人类呢是经过改造基因之后呢，存在一个很大的差异是什么？就是有钱人呢会让自己的孩子变得非常的聪明，我们的智商是根据钱来走的，你明白吗？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趋势，因为你花钱去更改基因，你就可以让你的美貌、让你的智慧领先别人很大一截，你知道吧？就这项科技已经在做了，已经在研发了，我觉得未来肯定会出现的。所以做过基因改编的人，他的记忆力、他的反应程度、他的各个方面都是领先于我们那些没有做过基因编程和改编的这些人，所以人和人的差距在未来会越来越大。那第8大预言呢？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的问题会日益突出，生态系统将面临严峻挑战。朱斯里诺就说呢，对地球生态系统他可能提到的是气候变化而导致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的过度消耗，而导致了环境出现了危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有很多的预言家，包括宇哥讲过的那个曾仕强教授，他也说人类一定要停止开采石油和矿产，去做新能源的领域。虽然很多人说新能源也会造成污染电池会怎么样，但是它可以回收利用的。但是你不停的去挖空地球的现有的资源的话，地球会反噬的。因为气候的变化、人口的增长和不可持续的消耗模式加剧了这些问题，所以就会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嘛。第9大预言就是社会动荡和民众抗议事件增多，社会矛盾可能激化。朱斯里诺就说，他在意象之中就看到2025年的下半年，很多地方会出现经济困境、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将导致民众出现对现状的不满，并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社会冲突等等。所以社会稳定呢是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前提嘛。而经济下行、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公平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不满。所以朱斯里诺的这一预言就反映了人们对全球社会稳定的一个担忧。那第10大预言呢？他说是名人和重要人物可能会遭遇意外的事件和健康问题。朱斯里诺就说，在2025年呢，一些知名的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或其他领域的重要人物可能会遭受意外的事件或者是严重的健康问题。这类预言通常较为笼统，难以具体验证的，因为在意外事件和健康问题是我们生活中难以避免的风险嘛。那对于公众人物而言呢，其健康状况和安全呢更容易受到关注，所以此类的预言应验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巴西的通灵预言家朱斯里诺呢，他还刚刚发布了关于2025年5月的一些最新预测。他说，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人为事件和冲突数量呢居高不下。他就说5月份呢，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数十个气旋侵袭，可能会造成数十人死亡或严重的热能问题，两国将会遭受一连串的6.0级地震。他说斐济群岛在5月会发生7.0级地震，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降雨和酷热的天气和引发更多问题。他说秘鲁呢将会发生7.0级地震，引发恐慌，而葡萄牙也会发生6.0级地震，而且火灾会在葡萄牙发生。他说美国的阿拉斯加呢会发生7.0级地震，遭受强风暴雨的袭击。他说危地马拉也会发生地震，而意大利呢也会发生地震，也会遭受暴雨的袭击。他说格陵兰岛也会造成地震，而挪威呢会有大雨和洪水，可能会有很多人受害。朱斯里诺还说巴西的马卡帕、阿克里的里约布兰科和亚马逊的马瑙斯呢，那里会发生洪水、大风的袭击，许多人会失去家园。朱斯里诺还说在5月份台北呢可能会发生7.0级地震，还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风暴呢登陆台北，造成大量的损失和破坏。他还提到说台北会有商业区域的爆炸事件发生，届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还说到那个加拿大的东部暴雨可能袭击，造成重大的问题，届时会出现洪水和一场意外，造成几个人的伤亡，届时这个事件会震惊整个加拿大。他还说到哥伦比亚会发生6.0级地震，会吓坏许多人，伴随着强风暴雨洪水袭击部分的哥伦比亚地区。而朱斯里诺还说到在5月份西藏也可能会再次发生地震。
以及印度呢会遭受干旱的蔓延。他说老挝和斯里兰卡将会发生大洪水、大风，可能摧毁首都附近的一些地方。同时呢，该地区的炎热也会造成人员伤亡的。他说印尼的雅加达强烈的热浪、暴雨和洪水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同时朱斯里诺也说了，他说在2025年的5月份呢，喜马拉雅山是一个不稳定的地区，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说飓风会袭击新加坡，会造成更多人员伤亡。朱斯里诺还强调，在2025年的5月呢，台风可能会登陆香港，造成很多的一个破坏，包括夏威夷会发生6.0级地震，当地的火山可能会喷发，火山呢会出现大量的浓烟，令当地的居民呢产生恐慌。而且他说沙漠地带沙特阿拉伯呢会下一场暴雨和大风，而造成该国的一个损害，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一场袭击将会造成许多人受伤。他说冰岛呢有一场大雨将伴随着洪水和山崩呢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而冰岛的火山爆发呢也会引起恐慌。而朱斯里诺还说，他说他在意象之中看到了亚洲呢会有一场煤矿爆炸而导致21人伤亡。他在意象中看到了韩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演员会去世，可能与抗议示威有关系。他说他还看到了法国、西班牙会有示威活动。他说看到以色列将发生袭击事件，造成13人伤亡。他还看到在索马里和尼日利亚呢可能会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伤亡，公共区域会发生爆炸。朱斯里诺还说，他说他看到美国的总统川普可能会导致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为美国的经济创造一些积极的局面。而且大家看到埃及呢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了数十人伤亡，而埃及郊区的垃圾呢可能会造成问题，并带来严重的疾病传染。他说关于健康问题呢，他在意象之中看到非洲和欧洲的马尔堡病毒迹象呢开始增加了，可能会引起极大的恐慌。而日本的流感和禽流感病毒开始恶化了。最后呢，朱斯里诺就说尽管如此呢，预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些主要风险和挑战。比如说例如气候变化、疫情、地缘政治紧张，我们可以将这些预言都视为是一种警示，提醒我们关注潜在的危机嘛，并积极的采取措施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那面对未来呢，我们更应该依赖科学的分析和理性的决策嘛，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世界。那对于预言呢，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是一种参考，但绝对不能够取代科学的判断和实际行动。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